我叫真恶毒，我心里有个人，他叫男主。男主和我是青梅竹马，他阳光俊美，像个小太阳，而我寡言冷淡，不苟言笑。所有人都喜欢男主，我也是。男主有一天约我出去玩，手机屏幕亮起，在我入睡前1秒，我睡意全无，删删减减，也只是淡淡的发过去2个字：好啊。我又挑了1个小时的衣服，试的衣服堆满了白色的大床，最终我选择了试的第1件衣服，淡蓝色的小裙子。这是他第一次约我，我觉得明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也许是他想我。第2天，他抱着一个衣着凌乱的女孩子冲我难为情的笑，我不知道我当时是什么表情，但是一定很难看。男主对此一无所觉，他挠挠头，笑着对我说：“这是白桦，我新认识的朋友。不过他刚刚扭了脚，我送他去看医生，咱们改日在一起吃饭，认识一下。”他怀里的女孩子环住他的脖子，闻言冲我不好意思的一笑。他是真的好看，和我不同，他的好看是和男主天造地设、和谐无比的好看。我一贯寡言，这个时候自然也没有像怨妇一样质问他，冲他大喊大叫。我不信他不知道我的心意，不信这10多年来，从牙牙学语到情窦初开，他的眼里没有我。我一贯寡言，这个时候也只能愣愣说：“淡蓝色的仙女裙子，就像个海啸般的笑话，淹没我的心脏。”那天之后，我坐立难安。男主看他的眼里有情，为什么我能看出来？因为那是我数十年如一日的求而不得。我试探性的约他，等了1个小时，他回我说：“白桦的妈妈进了医院，他不能丢下她不管。”好啊，我还是这么回他，似乎对他，我只有赞同。我们去跑步。好啊。今天一起回家吧。好啊。我先照顾一下白桦。好啊。年年月月，自觉低到尘埃里，也没力气开出花来。此后，白桦的名字仿佛环绕的立体音，常常出现。白桦父不详，受了很多委屈，但是他很坚强。白桦妈妈得了病，家里穷，每天打3份工。白桦从来不求人，真让人心疼。男主一无所觉的和我喋喋不休，毫无阴霾的笑脸，而我握着筷子的手渐渐收紧。男主，我说，食不言，他还是笑着，闻言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他好像有一点点的委屈，藏在太阳般温暖的琥珀色眼眸里。我的怨气像被抽破的气球般散得干净。我低下头，黑发遮住了下垂的眼睫。傻子，我几乎要怨恨起他来，怨他不懂，怨他无知。反正我本来阴暗，无人爱我。反正我偏执病态，紧紧抓住他，或者把他拖进泥潭，也没什么奇怪吧。今天男主和我一起上学。秋天清冷，万物凋零。男主围着棕色围巾同我说话，他走在前面，转过身，踩着哗哗作响的枫叶，忽然顿住，手轻轻从我头上掠过，摊开在我面前。一片明黄的枫叶与笑意盈盈的淡黄瞳孔，萧瑟而略显冷清的黄色秋季陡然楚楚动人。它点亮了整个秋天。你就是真恶毒，真是特别的名字。身边的女生笑意盈盈。白桦最近被小混混欺负，放学经常被堵在小巷子里要钱。男主一日发现，便邀请他和我们一起回家。白桦母亲住院，家里冷冷清清，男主干脆请他来我们这里。男家是巨富之家，排场浩浩荡荡，上下学都有豪车接送。我家与他家住得近，父母亦是好朋友，我们在一所大学，2家一合计，干脆让我们每天一起上学。母亲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，眼睛弯出温柔促狭的弧度。我们本是指腹为婚。从牙牙学语到跌跌撞撞的走路，再到傻乎乎的抱住对方，没牙的嘴呼对方一脸口水，再到他身子抽条，长成清朗少年模样。他是我的世界里除了父亲以外的第2个男人，也是最后一个。父亲给了我一个女孩该有的父爱，男主是我共度余生的伴侣。我从来没喜欢过其他男生，对其他男生的告白不假辞色，更加显得冷若冰霜。我看他们像看除了男女性别外的另一种人，他们不可能是我的父亲，更不可能是我的伴侣。他们的狂热追求常常使我困惑，甚至怜悯他们日日做无用功，对一个甚至没有将他们正确对待的女生送出无辜的，注定枯死在垃圾箱的玫瑰。有人问我，我喜欢的男生是什么样子？来自一个总是目光晦涩地看着我的男人，绝望的，疑惑的。如果喜欢也有样子，那就是男主。平稳行驶的车上，白色连衣裙的女孩眉眼弯弯，脸上是恰到好处的尴尬，似乎对提到我的名字感到局促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淡淡看了她一眼。男主第一次把女孩带回家，看来对她印象很好，我几乎都能想象男家上下的惊讶。据说他们相遇在一条路上，一个碰瓷的人挑中男主的车，在他车前呻吟，做出被撞的样子。
南家司机见怪不怪，把人扶到一边后就要重新发动车子，被路过的白桦看到，以为他们要逃逸，正义十足地拦在车前，自己却被刮倒。再后来，就是我在男主约我的地方看到了被男主抱着的他。白桦对我的冷漠手足无措，体现在坐在车副驾的男主投来的诧异目光。其实我浑身僵硬，委屈无措，面上却表现出阴郁与高不可攀。伪装终究是伪装，真假对比，答案自明。与白桦比，我从来不是什么良善种，亦非可爱人。车里气氛冷凝而尴尬，我把头扭向窗外，高楼倒退，渐渐模糊不清。车轻轻一顿，到家了。我第一次和男主吵架。我们在男主家用餐，白桦好奇参观，一回头打碎了什么。我望过去，一只水晶百合摔到地上，粉碎，每个碎块都折射着细碎的灯光。我的神情凝住，冲过去把它推到一边。这是我送给男主的礼物。男主显然也想到了，他蹲下来和我一起捡那些碎块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白桦无措地说。闭嘴！我打断他的欲言又止，看着他的脸色变得苍白。对不起，我可以赔给你。赔？我想说，甄家家大业大，怎会缺这一只水晶百合？更何况，这是我唯一一次鼓起勇气送他礼物。你拿什么赔？他好像被戳到痛处，捂住脸哭了起来。对不起，我虽然现在没钱，但是我一定会还给你。男主好像也以为我在讽刺白桦的贫穷，他说：算了吧，小杜，不过是一朵水晶花而已。他的神色柔软而诚恳，我不可思议地盯着他。半晌，我冷冷地说：是啊，不过是一枝花而已。夜深人静，窗外树影渺渺。我躺在床上，天花板上明明空无一物，我却只是盯着他。紧绷的思绪稍稍放松，温热的水流就要漫出眼眶。所有人都在沉睡，黑夜仿佛把此刻与白天分为两个世界，一切都可以在这种安静下尘埃落定。噗的一声，好像是什么落到枕边。我打开身边的灯，一本书静静躺在那里，墨绿的封面，没有名字。我虽然惊异于它的凭空出现，但莫名的冲动使我打开了它。匆匆一览间，我看到了我的名字。卧室的灯亮了一夜，当啾啾鸟鸣响起时，我摸了摸眼眶，那里因为一夜的巨变微微肿起。阳光慷慨，楼下男主已进门来，他笑着和每个人打招呼：阿姨好，小杜起了吗？我神情恍惚，找遍房间也没有一本墨绿色的书。妈妈在叫我，显然对我的赖床表示惊讶。我扬声说：妈妈，对不起，有点不舒服，于是便以此为借口不去上学，偷得一天闲暇。我的房间在2楼，窗外的桂花枝桠将将伸进来，我撑着窗台向下看，男主低着头，很失望似的上车走了。昨晚我们不欢而散，白桦很早提出回家，是南家的司机把他送回去的。我看着他的头发在清晨的阳光下微微泛着金色的光，我知道他为什么闷闷不乐，但是几年后拥着白桦眼睁睁看着我去死的人也是他。我看着他脸上的稚气与书中的文字对比，一阵不明的呕意在身体缓缓泛到喉咙。按照书中说的，接下来我会一次次欺辱白桦，然后一次次因为这个和男主吵架，最后我几近疯魔，找人绑架白桦。谁知道绑匪反悔，我和白桦一起被困。他最终选择了他，真是完美的恶毒女配的一生。至少在读者看来，这个女配出身名门，青梅竹马，求而不得，因爱生恨，最后被解决，然后王子和姑娘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一开始我自然是惊奇的，随后是恐惧，还有释然，无怪我是真恶毒。后来想想，我确实是这样的人啊。昨天晚上，我确实对白桦起了不好的心思。如果他消失，我知道自己何等阴暗，想要白桦死，对我来说，实在不是什么需要突破道德底线的事。我也不会感到愧疚。下午有人敲响我的房门，来者发质硬直，面孔青春而桀骜。我恹恹地问：你来做什么？看你没来上课，以为你横尸家里，说话还是难听，只是我今天懒得争论。他坐在我身边，侧过头来看我。我坐在飘窗上，揪了朵桂花绣纹。他的脸棱角分明，瞳孔黑沉，仿佛看透万事。我与他对视半晌，若无其事地扭头。哎，你想过自己生活在一本书里吗？你怎么啦？我没事。他轻嗤撒谎。你从来不问这么虚无的问题，你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哈，你很了解我吗？我看着他，目光近乎挑衅。不多，比你自己多一点。他笑了一下。鉴于你今天反常的让我感兴趣，我就纡尊降贵地回答你。他掉下飘窗，伸了个懒腰，墨绿色的卫衣随动作向上，隐隐露出腰线，流畅结实。他背对着我，手搭上门把手，低声说：那又如何？我开始觉得我疯了。来路不明的书，求而不得的绝望，未知的未来张开了恶魔的翅膀。晚上楼下喧嚣，车光闪烁。
我慢慢走下旋转扶梯，冰冷的铁艺雕花硌着手心。佣人们窃窃私语，用一种狂热八卦的语气：“哎，你看到了吗？”“没有。什么是这么热闹？”“你还不知道啊？我跟你说，不用听，我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白桦的生父找到了他，白父有权有势，是要把欠白桦的爱都给他。那本书告诉我了。”我一点都不惊讶，我甚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这下是真的郎才女貌，门当户对。男主发现白桦是他小时候的玩伴，和他感情越来越好，而我不过是一块可怜的补丁，为他们光鲜亮丽的爱情做无用的点缀。今晚男主来找我，我把他拒之门外。佣人窃窃私语，说着我的笑话。无所谓，我从小听到大。商业联姻，母亲怀我的时候，父亲出轨。从那时候起，母亲时常恍惚。她清醒的时候会促狭地问我和男主的事情，温暖的手轻轻摸我的脸。她疯起来会一遍遍描一幅永远画不完的油画。哈，偌大一个家，空空荡荡。白家与南家不相上下。白桦回家当晚，宴会的邀请函就到了我的手上。金色的纸张，黑色的隶书，鲜明地昭告着难以忽视的存在感。按照剧情，今晚的我感到男主被夺走的危机会把他拉到花园表白。男主会不知所措地看着我，然后白桦会发现我们，捂着嘴跑开，然后男主会抛下我去追他。他那时候看着我，要说什么呢？说他一直对我像对妹妹一样，说他很惊讶。我终是不能知道那个未尽的夜的答案，只是看着他急急忙忙追逐白桦的背影，一切都没有了意义。我仔细地收好邀请函，换上那件蓝色的连衣裙，轻轻抹了一下脸，走出房间，按着扶手说：“贝里，今晚去白府，我那可怜的自尊啊！”纵然心里摇摇欲坠，面上还是风雨不侵。这是我所能拥有的全部，无望的单恋，廉价的自尊心。衣香鬓影，男主身边有一群女生叽叽喳喳，他好像在找什么一样四处张望。然而礼仪极好，最起码他身边的女生都在叫嚣。他发现了进门的我，眼睛一亮，一边礼貌地道歉挣脱人群，一边向我跑过来。我取了支香槟，盯着微微晃动的酒液出神。小杜，他惊喜的脸近在咫尺，我以为你不会来。我不可以来吗？我反问他。只是觉得你不怎么喜欢小桦的样子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我为什么不喜欢他？我盯着他，他左右看了看，就是不敢看我，最后小声说：“因为他弄坏了你送我的礼物。”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我蓦地拉住他的手，往白家的花园走去，越走越快。现在和书中的描写重合了吧？一样的走，一样的奔向那无望的结果。我向来自尊比天高，抱住他就不撒手。本来已经知道了难堪的结果，却还是要做。或许我真的不甘心。花园深处寂静无声，我停下来直视男主的眼睛，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他的瞳孔像蜂蜜一般黄，温暖且甜，此时微微放大地看着我。他张了张嘴，正欲说什么，我的余光已然看到了长裙的衣角。白桦，我突然失去了兴趣。当我什么都没说，晚安，我逃跑了，你自己知道的狼狈。明明注定的结果，明明是自取其辱，却还要飞蛾扑火，可笑。我拼命地跑，第一次那么不顾仪态。路上遇到一个人拦我，我一个借力，干脆拉着他一起狂奔。不知跑了多久，我停了下来。被我拉着的人一直很安静，我扶着膝盖喘了口气，转头看了看他。是他，白日里漫不经心探望我的男人，盛家小公子盛乔。玩世不恭，冷淡且偏执，送过我一支玫瑰，而玫瑰死在垃圾桶。我知道他喜欢我，以我不懂的方式。也是他笑着说：“你真可怜。”我一向对他避而远之，今日却误打误撞，拉着他跑进了我隐秘的心路变化。你也晚安。呼吸恢复正常，我无意多说，正欲离去。随便什么地方，只要没有人，让我安安静静地待着。哎，抬头，下意识地抬头，满目繁星猛地攫取住我的呼吸。长星划过头顶，也会划过无数phủ洲。千里同赏月，万人共星河。剧情、爱恨都离我而去，余光中盛乔已枕着双手躺在了草坪上。我索性学他躺下来，名贵的裙子毫不在意地归属于土地。梦终究是梦，现实还是一如既往的恶心。男主今天迟到了。白桦在他身后进来，道歉，坐下。有人窃窃私语，听说白桦认祖归宗了，有颜有钱，性格又好，谁不喜欢他？男主喜欢，我不喜欢。下课后，男主在身后追上我。小杜，我没有理他，他的声音渐渐近了。他喊小杜，又说：“你怎么了？怎么不理我？”四下无人，他羞涩地低声问我，眼里是我看不懂的细碎光芒。你昨晚是什么意思？我反问。昨天白桦和你说什么？出乎意料。他说没什么。昨天你突然跑掉，我去追你了。他吐了吐舌头。你跑得太快，我没追上，被爸爸拉走了。
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他像一只小狗狗般看着我。我摸上他的脸，我的手常年冰凉，慢慢从他挺直的鼻梁滑到他的嘴唇。我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一瞬间变得激动起来。真的吗？小杜，你也喜欢我？他原地蹦了几下，很兴奋的样子，又扑过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们在一起好吗？他的身上很暖，他的体温是我所没有的。我紧紧皱起了眉头。不对，剧情不是这样。我应该表白，然后白桦听到跑调，男主去追。难堪的我知道男主时的玩伴是白桦，于是偷走信物，假装是我。男主怒火中烧，我们的关系隐隐出现裂痕。但不是这样，他说喜欢我，要做我男朋友。这不对，我冷静地想。温暖，像阳光般的温暖，我多么渴望的东西。我推开男主，说，小时候和你一起玩的人是白桦，我缺爱，却更怕死。那本书给我安排了结局，读者们都欢欣鼓舞的结局。我若是和男主在一起，终究会因为白桦分开。我真的怕死。小说中我掉落悬崖，死无全尸。太阳太大，我却还是浑身发冷，紧紧裹住自己。我死了，我疯疯癫癫的妈妈怎么活呢？我头也不回。你答应他了，对吗？楚楚可怜的哭音是白桦。他盯着我，眼角泛红，看来白府确实宠爱他，衣服的档次得到了提升。据说白家的家主自他妈妈逃走后一直单身，感天动地。关你什么事？喜欢男主去和他表白，缠着我会让我以为你喜欢我。他第一次露出明显的愤恨，很快又泪水连连。怎么了？失望吗？他不喜欢你，却向我表白。你听到了吧？那天晚上什么心情呢？我蓦然走过他，在和他靠近的一刻，低声说，所谓善良，所谓纯洁，不过如此，多么尖酸刻薄的话。他在我身后大喊，你这种钟鸣鼎食的大小姐懂什么？你有我懂他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在我被欺负的时候，他出现帮我，他对我那么好。你不知道吧？他亲口对我说，不愿意和你相处。哈，你在装什么？你在强撑吗？你不会哭了吧？我喜欢他。他喜欢你吗？爱情果然使人盲目，先是我，后是他。不过他多幸运啊，他终将和男主在一起，不必感受心碎的滋味。他胜，我败，我看清了不属于我的爱情，他拿走了他们，和我耀武扬威。在他们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之前，我滚下山崖，自此拉上了这荒唐剧本的幕帘。我这种钟鸣鼎食的大小姐，从未抬头看看那天上的月亮。如果没有圣乔，圣乔站在树荫下，带着他最爱的铁三角倚在树干旁。他穿着黑色卫衣，白色的耳机线在衣服表面微微晃动。他一边脸颊微动，像是在嚼口香糖，垂眸盯着地面的某一点，眼神涣散，半晌吐出一个泡泡来。我走向他，在干嘛？泡泡噗的爆掉，他重新搅起来，凤眼挑着，显得盛气凌人。上我的车，我和你一起回去。他总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心思却比我都细。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会用自己的方式安慰我。也许我现在内心虚弱，居然从这种话里掘出温暖，我认为最没用的、最廉价的感情。多谢。他很诧异地看我，旋即站直身子走在前面。你也不是那么不识好人心。我理了理有点凌乱的袖子，默不作声地跟上他。昨天晚上匆匆忙忙被我拉住的手，大概是温暖的，而后他反握上来，掌心在接触的地方生出汗意。假如那个时候男主向我伸出手，是不是就不会在漫长的煎熬中抓着悬崖石头的手一点一点失去力量，一点一点的汗水一闪一闪的星星一起跑起来。我忽然解开了什么枷锁，跑上前抓住他垂下的手，书包里的水晶挂饰叮当作响，风声掠过我，转瞬扬起我的发丝，打着卷奔开。谁在乎风呢？谁在乎雨呢？谁在乎？喂，你发什么疯？你管我？我比任何装腔作势焦急的时候更大声。就这么不管不顾地跑起来吧。他精心打理过的短发在风中凌乱，挑染的一抹紫色分外亮眼。斜眼看我，你真是捉摸不定。我喘了口气，凉风窜进喉咙，挤了若有若无的痒。又不是第一天认识。他哼了声，纤长的手指把额发撸起，露出光洁的额发，无语地白了我一眼。很快他直接揉乱我的头发，顺着他的力量低头时，石板路面上的一片落叶翻了身，咕噜咕噜地跟着奔袭的路离开我的视线。他认识那日落在我头上的叶子吗？他兄弟被男主从我头上拿下来时，有没有告诉他那时候男主的手是冷还是暖？然而他离开了，我也无从开口。我很高兴，圣乔说，那么你应当向我道谢。我拍到他的手，他哼笑。我表达谢意的方式一般是以身相许。我说，好吧，我承认，我谢谢你和你的全家。他大笑起来，过分深刻的五官是老电影也磨灭不了的鲜明。远处天空群雁掠过，山起薄雾，凉意使人精神一振。
冬天来了，秋天和那片落叶就永久的沉睡吧。我现在不时会想，如果我接受圣乔，是不是就不会落得个书中的下场？有一个问题是，倘若与一人共度余生，你会选择你爱的人，还是爱你的人？可惜现实往往不是非黑即白。我喜欢男主吗？或者我只是随便的喜欢了他一下？圣乔喜欢我吗？人心易变，曾经母亲选择了喜欢他的父亲，可惜他不多时便原形毕露，流连欢场。我没那么喜欢男主，圣乔也没那么喜欢我。圣乔今天强塞给我一束百合，明明在意，眼光却放在别处。百合是鲜活的，不似我送给男主的水晶般名贵且易碎。手上的这束清新优雅，露珠宛在，我剪下一支把玩片刻，索然无味地扔进垃圾桶。我不喜欢百合，虽然我曾经渴望拥有那样的爱情，因此我送给男主一支百合，那是我少有的慌乱时刻。他知道我的心意吗？与君相守，直至白头，纯真永在，百年不淹。可惜它碎掉了，也无人为它讨个公道。人类拉拉扯扯，心碎或漠然，它碎成半的尸体反射着这人世。我不是百合花，不喜欢花那么没用的东西。我早已深知不配风花雪月，在另一个时空却妄自尊大，落得凄凉下场。虽然现在事态发展出乎意料，但是爱情我是绝技不会碰的了。像我这样的人，还是不要污染爱情了。鱼和熊掌，我哪个都要不得。就像光影会相交，最终仍不免分离。旅人放下挡在眼前的手，茫然四望，太阳缓缓上升，另一个方向，圆月淡的只剩一个影子，茜草色模糊了黑与白的边界。旧日逝去，天地光明大放。旅人眼角那滴晶莹泪珠，究竟是因为阳光太刺眼，还是大梦中醒的悔恨？男主白话童年相识后分离至今，他们不仅同年约定嫁娶，书中描述，若有作者的话，想必是爱情的锦上添花，更有一同被绑架获救的交情。白话母亲原先是小城市来的大学生，一夜被人下药，误闯入白家家主的房间，诛他暗劫。白家家主对他念念不忘，一直在寻找他，他藏得也好，直到患病需要得到更好的医治，转入大医院时才被白父找到。我无意间知道了他们这件事，还知道他们有信物。当时的我眼见他们感情升温，偷走信物误导男主。可惜不知道是善恶中有报，还是冥冥之中作者的意志，反正最后的我像个跳梁小丑，落得个悲剧收场。所以我把真相告诉男主，就请他们好好的在一起吧。今日上学看到他们两个走在一起，说说笑笑，甚好。我父亲的私生子上门，母亲受到刺激，在角落里念念叨叨，我把他打了出去。适逢圣乔路过，那个私生子还没放狠话，圣乔的保镖就把他嫁了出去。他眯着眼，手插在口袋里，薄唇挑起，似笑非笑。喂，我说，合作吧。说来我们同病相怜。我父亲寻花问柳，但家中始终只承认我一位，而圣乔呢，他的兄长是私生子，不过他比我有手段，是家中主义的继承人。我提出合作，他助我拿到甄家大权，我促成两家合作。没有联姻，没有。这或许更快。拒绝。你还想着他？不，当真，当真。听说南家那个废物要订婚了，和白家的遗珠，与我何干？别那么叫他。小杜，你最近一直在躲着我。男主好像一夕间成长了许多，变成我看不懂的样子。他的俊美不再无害，而有了近似于圣乔的咄咄逼人。当他低头长久地对我投以注目，那凝望的视线，即使是我也感到压力。我不再看他，只是顾自把玩手中的钢笔，连起眼睫淡淡地说：“怎么会？可是你和圣乔，听说你要和白桦订婚了，恭喜！”他好像被谁打了一拳似的，气势低落下来。这是权宜之计，不必多说了。希望你对白桦好一些。我直视他，喜欢就告诉他，不要压抑自己。最重要的是给他足够的安全感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说给自己。言尽于此，抱歉。我欠身离开，第一次把背影留给他。之前一直是我看着他，看着他肆意的笑，看着他离去，看着他抱着白桦。无望的注视是无用的花朵。从我选择转身的那一刻，花瓣凋零，两个世界从此泾渭分明。我轻声说：“抱歉，小杜，小杜，对不起，是我一直以来的摇摆不定害了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他可能在落泪吧。不用道歉，本来我也不该奢望。我反而慢慢开始欣赏白桦，从那样困难的环境出来，却依然保持一颗善良的心。这不是我说的，是书中写的。也许就是这样出淤泥而不染的纯洁吸引了男主，使得他看清了青梅的恶毒面目，从而收获了自己的幸福。我所欣赏的不是白桦的天真，而是藏在纯洁表面下和我如出一辙的不择手段与疯狂。他的生存之道就是在不堪的环境下以善良做武器，可怜他的人对他倍加怜爱，讨厌他的人不敢攻击他。谁会想要欺负一个楚楚可怜的女生，让自己显得像个恶人呢？
而我的生存之道就是用冷漠武装自己，拒绝一切可能的伤害或者美好。希望白话把手段用在男主身上，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吧。他们天造地设。半年后，看到我父亲不敢置信的脸时，我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激动。我坐在会议室中间的椅子上，两排的董事默然无声。我亲爱的父亲一夕变成了只能吃红利的局外人，而我将是甄家新任的董事长。他牙根紧咬，颧骨突出，往昔风流的模样荡然无存。他就是用这样一副好皮相，骗了我养在深闺的母亲，杜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从此一跃冲天。可惜现在他的脸慢慢爬上皱纹，他老了。高跟鞋的声音砸在地上，职员们低下头做事，脸上还有残余的好奇。盛乔换上西装，银灰色，又骚气又禁欲，抬了抬眼镜，恭喜恭喜，今晚约饭。不行，别那么无情。我把手机挡在他脸前，有约。魏伟，你宁可答应白话也不答应我，我的地位难道比他还低？我难得语气轻松。自从放下那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，我仿佛挣脱了什么沉重的枷锁，由内而外的轻快起来。南白两家定亲，他们感情甚笃，不知道约我做什么。无所谓，我对他很有兴趣。侍者送上咖啡，又悄然离去。我浅浅啜了一口，热气升腾，模糊了对面的白色人影。他还是那么喜欢白色，坐在那里像朵白莲花，眼圈微红，仿佛被我欺负。已经有好几个人朝我看来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是专程来听我祝福你们的吗？他好似回神，掩不住的刻骨目光投向我。他一直在想你，聊天的时候会出神，看着你们的照片傻笑。有一天他失魂落魄的回来，没打伞，从头湿到脚。我没有说话，他看起来也不需要我说什么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明明我们的相遇好似上天注定，可是偏偏有一个你。我说你歧视我，他也说让我多多体谅你，还为你向我道歉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小话呀，他很善良的。我只是看他可怜，男主曾经这么说，真应该让他看看自己的眼光。我对你们不感兴趣，长话短说吧。我只是想知道他究竟爱我还是爱你。他放下端在手中丝毫未动的咖啡，向我诡异一笑，眼中的疯狂像火一般令人窒息。眩晕袭来，没想到千算万算还是躲不过这场命定的陨落。粗糙的绳子磨破了手腕，我轻轻挣扎却挣不开。白桦居高临下，旁边是两个男人。我会假装和你一起被绑架。他诡异一笑，男主到底会选择你还是我呢？我垂下头，我已经和他说得很清楚，他应该不会再管我了。蠢货，我说。你说什么？他对我怒目圆睁。我只是轻嗤一声，不再说话。我已经走出那个怪圈，情情爱爱不能再阻挡我的脚步。高级定制的鞋包，手工定制的衣服，体面的工作和身份，都不过是我的倚仗，我的风光。而如今我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双手所得，上不愧天，下不愧地，俯仰观之，人生景色尽在眼底。而他还是扮得楚楚可怜，在岌岌可危的台子上唱着自怨自艾的戏，用泪水做武器，善良做借口。可成年人的世界，不是谁会哭就能笑到最后。而我早非当日之我。白桦让人把自己绑住，靠着集装箱，黑发遮住半边脸，像被虐待一般。你们要什么我都给，放开他们。男主出现在仓库门口，气喘吁吁，显然是十分急切地赶到。两个男人对了个眼神。赎金拿来了吗？100万都在这里了。他把箱子打开，谨慎地推过来。100万是还未成为南家家主的男主能够拿出的极限。一个男人确认是真的，抱着鼻哼笑。你听错了，100万一个人。他们一人一把刀，分别横在我和白桦的脖子上，微微用力。我每天都用精油保养脖子，真是的。选一个吧，大少爷。我回去再拿100万，你放开他。男主看着我，怒自欲裂。我们可等不起，南家、白家、甄家要报复起来，我们小喽啰可承受不起。选一个吧，快点！白桦声音颤抖地喊了一声：“南哥哥，救我！”我则冷眼看着他们。男主嘴唇颤抖，良久闭上眼睛。我选。本以为不在意，可那一瞬间，我还是想了许多。年幼、年少、年长，争吵、默契、傲娇。我见过他所有的面目，像陪他走了一遍河山。两个旅人只有彼此，别无其他。没有食物，没有水，涉过沙漠，求入深海。夜幕下的两个人，影子也是相依相偎的。直到一天，天亮了，他们背靠着背，走向不同的终点，头也不回。水晶落地，溅开无数棱面，折射着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表情。我选白桦，我和他20多年的大梦终于宣告终结。哦，那这个你就不要了。
听说南大少和甄小姐青梅竹马，如今看来，闭嘴！男主抱起低声啜泣的白桦，白桦像寻求安全感一样钻进他怀里，暗地却给了我一个胜者的笑容。他一口型说：“不输。”男主深深看了我一眼，张开嘴却又闭上。甄小姐，哥们送你上路。男人们狞笑着靠近我，手中的刀寒光闪闪。男主不忍心见到这个场景，跑出仓库。仓库是废弃的仓库，灰尘在阳光下飞扬，少年奔跑的姿态都看得不甚清晰。我闭上眼睛，动手，子弹没入肉体的声音，我缓缓扬起一抹笑。呵，劫匪捂住胸口倒在我面前，脸上满是不可置信。我把绑手的绳子一扔，站起来活络了一下筋骨。请来的雇佣兵真是好用，比这2个劫匪好点。我走过傻住的男主和白桦，有人恭敬地递过文件袋，我轻轻把他拍进白桦怀里。小杜，你早就知道。男主眼圈微红，眼中极有不敢置信，又有劫后余生的庆幸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白桦串通绑匪的证据在里面，不如先想想怎么脱罪。我不再听他们的争吵，一个人跑起来。郊外人迹罕至，阳光清澈透明，深吸一口，像饮下加冰的威士忌，爽意在胸口碰撞。目之所见的今天，一个男人以车看来，嘴角高高上扬，那一抹紫色鲜活而瞩目，一个明媚的春天，想必就在不远处。